体少负担，生活多愉悦。本节目由纯水乐苏打气泡水冠名播出。盖尔奇呵护骨骼健康。本节目由专注骨骼健康30年的盖尔奇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守护每一次带感出发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黑狮覆盆子风味果皮陪你自在一下。本节目由黑狮果皮赞助播出。相比于昨天的风浪，今天的天气更适合扬帆出海。我们将驾驶帆船4个小时，前往一座少有人去的海岛——双帆洲。我钓了好久都没有收获，都是我了，我连累大家。冇啊，冇啊，有啦，冇啊！如果不走面，能钓到第二天。大学为啥都听懂了？我说的广东话是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懂。对，你这是广东话，我听懂。广东话友好大使，连我这个完全不懂的人都听懂了。我的广普真的很普。我们有东普吗？东北人说普通话，就是说有东北味儿嘛，就是呐。你们都是东北人吗？对，我们仨都东北人。真的？对，哦，我们黑吉辽3个省。姐姐又有一丝的恐怖。不会，蛮巧的，就觉得。哦。再下吧，再下一下，别影响我们驾驶帆船。下完拉倒了是吧？再下。你看我们说话就是早下完早拉倒，就是听起来就特别硬这种话。所以人家说，就东北话就是很命令哦，很冲，很直接。对，但其实不是这意思，就是一个自然的陈述，就这个语气听起来不温柔。你可以讲温柔一点啊。快点下完就拉倒了。拉倒，这个拉可以拉长一点点。快点下完就拉倒啦。哎呀，好厉害！这就温柔了。我自己汗都出来了，我自己吓了一身汗。所以不是那个文字的问题，是语气的问题。哦，这个云层好漂亮，好漂亮哦。特喜欢这种厚厚的云。这船好漂亮啊！游艇码头。对了，可以下了。这码头的船是不是很漂亮？很漂亮，很美。女子帆船。啊，我们今天坐这个对吧？我们来了。Hello， 早晨啊！早晨啊，黑拉老师，早晨啊，小童老师，早晨 Cindy。Hello 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就上船吗？对，现在先上。哎，不用扶，他不用扶。好，然后呢？然后就往后走就好了。我也不用。然后往后走的时候可以稍微扶一下边上的回来。来这里。OK。那我们开始走了。走吧。扬帆，征服。OK， 各位老师，今天由你们来操作帆船，目的地是当地人叫做双方洲，但是双方洲海图上显示叫做双盆洲。为什么当地人把它叫做双方舟呢？就是因为它的样子特别像那个帆船的帆。因为现在风还可以，出了这个桥，我们会升起帆来。OK。昨天01跟戴轩都试了桅杆的这个位置，今天一会儿你们俩谁要先把这个帆给升起来？都可以。听船长的，听船长安排。
大轩上吧，好不好？好，林一比较高，在后面这里帮忙，就不要让整个方掉下来。哦，好。静姐，你还是拉这个绳子。静姐先拉吧，一会儿升前面的时候就换西西姐，你们一人换拉一次，这样就不会那么累。走。这次是这根黑色的绳子啊，细的这根。拉黑的。对。林一，你辅助他吧，在后面这个。我也要就位吗？要的，易老师你也就位。西西姐，你可以在后面这里掌舵。好，很重要的。这是往上走，不会往下打头哈。不会，打也是先打零一的吧，零一个高，我偏塌了，先有零一顶着。啊，我就站零一旁边挺好的呀，好有安全感。可以吗？可以了。开始。拉不动吧？等一下，他这个要先给它松开来。好。好。我是哪儿不对了？我都没看到。因为他那边给你多了，你这边一下子松了没力，就会有点不失这平衡。那我是没有及时抓吗？它会松。对对对。我要跟它同时的动作。对对对，你看，同时你就会很稳定，是不是？动作动。你看就会，你也会很有力，它也会轻松一点。啊，其实我们俩是同时在使力，是吧？但它的力更大，是吗？对对对。OK。这个摇一下。摇到什么程度？可以了，可以了 ，OK 了。再多一点。你能感觉到传统往这边走？对。要提前回舵，你看差不多快到了。回了。快到位了，就先回来。对，因为这个船它有惯性。OK。把那个后翻脚收紧一点。我来。不会拧断吧？不会。那当了。够了吧？够吗？可以了。感觉手很疼，腿很酸，精神上很愉悦。这个翻看着，扬帆的感觉真是特别有激情。这个其实这么开也挺舒服，这也挺快的。海上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哎，你看过海市蜃楼吗？你们？什么楼？海市蜃楼。在海上看到海市蜃楼。看到过啊？但是真的不太能遇到的。你就遇到过一次吗？对。还有什么神奇的景象？神奇的，我觉得好多人远航的时候会看到一堆的海豚或者是鲸鱼一起走啊，怎么样？就跳跃是吗？跳跃就蛮多的。啊，那个倒是看到过，不是没有看到，我只是在那个电视上看到过，我觉得还好。但海市蜃楼，我觉得太神奇了。对。我们把前方一起来。好的。你在这个。好。谁要去前面尝试一下吗？我啊，好啊，走吧。那个大勋今天可能有点重，但是我会去帮你，因为今天的帆有点是湿的状态。OK。彤姐还是昨天我跟你说的，然后你的重心还在那个位置。对，好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这边做不好，它后面拉的会非常重，所以你的工作很重要。好的。就是像开车一样，你往那边打，它就往那边走。哦，先是由我来打方向。对。Are you ready？ 好了，红姐可以了吧？好的。大家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Ready go！ 哎，等一下，慢点。慢点。哎呦我天呐！慢点。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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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好了，绑住。各位老师，我们现在正式的往我们的目标前进。我们就交给你们了。好的。我们的最终目标去双盆洲，中间经过角赤洲。这个航线我们会跑的时间比较长，这样子你们4个老师轮流跑这个舵。好，好，我们去压弦。好，收到。压弦，我串串。这推着挺舒服。我们现在完全是在靠这个风在跑嘛。明白。这现在不是完全顺着它，但是就是我们要跑一个角度让这个船可以跑。如果在顶这个船就停下来了，现在就要迎着它走。这个翻能造成的危险问题会是什么呢？没有什么会，就是你正常操作是不会有任何危险的。这么倾斜度都没关系是吗？它的设计就是让这个船是要倾斜一些跑是吧？对对对，你看你现在就很斜了，太恐怖了，我真的觉得这样很恐怖。林怡、大轩，啊，你们俩要不要过来换一下？你去吗？我玩玩。你来玩玩。哦，来，交接班。我知道怎么操纵的。你就这样子，然后前面不是有个仪表嘛，你就大概是跑220。现在28。可以28，你就沿着28跑就行。它这我调完，它会有延迟。对，它要过很久才能。对对对，就是大帆船就是跟帆板你昨天玩的完全不一样。哦。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调这个风。OK。前方船只立即驶离。啊，前面有船只，海市蜃楼吗？你看的是？演技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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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chill 了。我们这叫什么号？我的座驾只有一个名字，凯德号。凯德号。哎，我开得好。你这有点洋血统的，实际不是。凯德号。开得好。行，林怡，你这个谐音梗。那我跑会儿。好，真正的船长来了。Yes sir。船长，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要去双什么岛。怎么敢往回开？你往回开了呢？是我船长的问题吗？是啊，你说什么都是。哎，你看你现在飘了，往下压。那往下压，这方向不对呀。帆船就是不是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们就要跑过去，然后再折返回来，Z字形路线往前走，曲线接近目标。对，迂回政策哈。其实打比赛就是看谁的距离跑得越短。哦。我一开始以为开反了，后来才知道它不会走完全的一个直线，所以它要斜着往这边走一会儿，要往那边走一会儿，所以它要控制它自己怎么算这个距离。在这儿开感觉挺好，非常棒啊！把我的咖啡给我拿来。咖啡是咖啡。咖啡。山东的。山东聊城号这属于咖啡呢。太悠闲了，开船。哎呦，哑，太哑了，没办法，骨子里带来的。
留一个人做船长助理，其他人都去压舷。好嘞，压舷。行，好嘞。哎呦我的妈呀，我这鞋不会掉下去的。凯德号全速前进。你好牛啊！你一开船就快了。对，凯德号全速前进。还得是我们魏船长。你们平时在船上有这样悠闲的时刻吗？就会觉得很悠哉吗？我其实说真的，我跑了这么多年，我没有感觉。就已经没有感觉，只是说要完成任务，到达目的地。是的，对，因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想赢，所以我都好认真。对，各位船友们，准备迎风换舷。换舷，换舷了。船长说准备换舷，做好准备了吧？做好了。没有，你看他们说还在这聊天。你看你如果是船长的话，他们还在这聊天的时候，这个开除了给他。要怎样？干嘛现在？听我助理的。所有人准备好了吗？好嘞。现在开始，迎风换舷。彤姐放完它就好了，非常好，非常好，非常棒啊！易老师大把拉100分，完美，100分都是。当你掌完舵以后，你发现这个东西完全是在控制风，然后虽然你这个摸不到风，但是你通过那个方向盘，你好像在跟风一直在握手的感觉啊。就整个大家在一起配合，其实还是挺顺利的。然后就跟他们一说，大家就换好了。太忙活人了，1秒钟都不闲着呀。哎呦，这个天色太好看了，这个天边，哇，海风拂面的感觉好舒服哦。太 chill 了，太悠闲了。开船是太悠闲了，坐船也挺悠闲。哇，这离水面好近的，我觉得好刺激啊！我卸任。我很喜欢那种团队的那种合作，就是很同心协力的去掌控那条船的那种感觉，很有成就感。你的船要怎么样去顺应着这个风跟那个浪，就像人一样，你怎么样去顺应着环境，顺应着你周遭的事情，都很相像，都很相似，所以真的都给了我不同的，有很大的感受。大海太未知了，对我来说，甚至都没有畅想说我要深入其中。我在海里看到一座一座的小岛或者小山，它和陆地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你在海中间看到它们的时候，你觉得说它和你有关系。快到了。郭老师，我们到前面的那片沙滩稍微休整一下。太好了，太不错了。苗苗老师有新任务喽！扎帐篷，小 case， 我有秘密法宝，新一代骨骼关节健康方案，盖尔奇全能骨胶原，40毫克骨胶原复配高钙高 BD3，关节灵活，挺你自在扎进旷野，完成。关节柔韧，挺你追寻心中热爱。关节有力，挺你托举幸福时光。盖尔奇全能骨胶原，呵护骨骼关节。感受一下岸上的感觉。好，就在这里吧。接力很不确，接力很不确。来吧，又支起这小桌子了。
咱们就是出来在外，一切从简。哦，这么多！哇塞！哇塞！我们的午饭，寿司哎！哇，真的不错。我们一起。这是海带，哦，感觉不错的样子。哦，谢谢。哇，这个爸妈好，这生活经验。你们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大海对你们来说跟以往的大海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因为有你啊。这是土味情话。哦，谢谢，不谢。我觉得感觉是没有这么样在大海上度过过。我一般是在海边的时候比较多，就坐过船的话，也就是一个交通工具。那帆船的话，我觉得它不只是交通工具，因为它里头还有我们在里头的操作呀，各种的。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算是船员、船手，是不是？水手。我觉得今天你们都轮流做了船长这个岗位，而且真的是你们自己在跑，我们只是在边上告诉你们，哎，这个可能稍微多一点、少一点而已。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4位老师在掌舵的。那我们就这么认了吗？必须认，因为事实就是。可以可以。你有什么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开船。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叫开船，应该叫跑帆船。哦，跑，对，你一直说跑。对，因为它不是一个人能操控的了的吧？对，而且因为你是开着帆跑的嘛，你不是靠着机器在走嘛。大轩今天可是当了好长时间的船长哎，很自豪。大旭今天是不是做的职务是到现在为止是最高职务了？是的，是的，船长。就它随着那个风的变化，然后来回改这个方向，其实挺有意思的。而且它就是，其实它有2个角度。当然只开了一会儿，没有真正懂什么是开船。跑船，啊不，跑船。所以这片海就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海里跑过船。这样说很浪漫。我觉得你们学这个速度比我想象中要快很多。你看，就是到我们后面的几趟，你也知道你的整个岗位是怎么操作的。只是我觉得可能如果再来1天的话，就要教你们怎么判断这个风向啊，这个方向你怎么走，那慢慢你们就知道怎么去操作它了。再有1天我们就可以比赛去了哈。啊，再有1天可以比赛，可以把静姐收编了。其实我觉得帆船这个运动，或者是帆板这个运动，它是跟大自然高度去融合的一个项目。它是完全是借助大自然的这种风啊、流啊，它不仅仅只是你身体的自己的一个运动。你觉得你们的工作有一部分其实也是要靠天吃饭的，是吧？一般我们在说我们项目的时候，都会说我们是靠天吃饭的。哦。就为什么要靠天吃饭？例如像我中小风好一点，我大风不是很好，那你比赛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很期待，中小风不要太大的风，对不对？因为中小风我赢的概率更大，但事实上你会发现，这天完全不可能按照你的期待的样子来的。他们是很具象化了，很具象化的。对，他们跟天气的风是有关系的。对。那我们其实有时候拍戏什么下雨也不行啊。但你们那个是属于它只是偶尔的一部分靠天吃饭，确实有，但它能预测，比较能预测。他们这个不是很好预测。对，它属于天不行，就是天公不作美，完全就对这事儿就得放下先。靠天吃饭在某种程度上的话，可以说它是命运，但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部分是靠天吃饭吧。尽人事，而后听天命。而后才能看靠天吃饭给你的结果，人事的部分要尽好了。好，老师们休息的怎么样？休息的非常好。那我们把沙滩净化一下吧。是不是先把这儿收拾收拾啊？对。先把这里收拾啊。哦，到这里。来，我来。
净滩，我是净滩使者。你想当净滩使者吗？想。来，各位，哦，一人一袋儿，一人一袋儿，发手套。你就是净滩的小组长。哦，你是净滩大队长，后勤队长。你负责给他们分发装备。好的。然后组织一下。啊，捡垃圾就是用这个。对。能戴手套吗？这是咱们的捡垃圾的 OOTD， 捡垃圾的一个小造型。这玩意儿不好使啊。瓶子碎片也是垃圾吧？是，玻璃制品。其实玻璃还好，会割脚。你就想最简单的不属于大海的东西都给它清走。那我们也不属于。我们清完这个再清自己。林一来，这就给你了。这是啥玩意儿啊？这你看见能不拿吗？哎呀，这么深。被压住。哎呀，好同志，还给洗洗啊？那不能带沙子回去吗？哇，那个好大，那个你来捡，大轩。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个一般是那种渔民放下的那种鱼标，他放鱼网上去的时候做一个标志。可这算垃圾吗？当然，它肯定是属于垃圾呀。我这包满了，我先结束了，你们加油。撒尤那拉了。人是放这儿了吧？什么放这儿了？这是垃圾。人报警找你。我跟你们撒尤那拉了。哇，你又找到什么好东西？有没有感觉特别像我们在海里面的动作？来，给你个大货，大货。OK， 收获满满。这种是典型的垃圾。好了，差不多了，走吧，回去了。修整完了之后，要去到我们的最后的一站双峰洲。等有浪哦，小心！哇，这浪真的很大。哇塞！哦，小心！现在体会到了海上的一叶舟的感觉。哇！哇！哎呦！哇哦！这浪太大了，乘风破浪！这是真的乘风破浪，真的，又够刺激哎！这个也算是风挺大的了吧，在海上。风不小，浪也不小。我之前经历过最大风速50节，现在多少节？10节、20节？现在也就20到30这样。我看到了那个双帆，不错。好了，大家都看到了，看到了。真的很像双帆，对。啊！哇塞！你看这是不是像一个前面的小帆，后面的大帆？像啊，很漂亮，真的很像双帆，对。看到了。啊！本来是要上这个岛上去拍照片的，因为天气的关系，很遗憾这一次去不了。再见了，再见。好了，回去吧。我们不能够登陆其中，只能远远看着，就想到一个词：无常吗？人生的无常要比如常频率更高。然后大山真的很有意思，两个山峰这样竖立在那儿，真的很美。有了，缘分未到，再见。太精彩了，这2天的行程。欢迎来到中国最美海岸线之一的东冲码头。
今天要带你们从另一个视角去感受一下大海嘛。好嘞，走走。对 ，Hello， 佩拉，各位老师好。Hello， 你好。今天我带你们去走一个绝美的徒步路线啊，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最美的海岸线之一。好啊，老师怎么称呼？我叫小 A， 大小的小啊 ，A B C D A。哦，你好，你好，你好，你是 A， 我是 C。好，那我们就边走边看。好嘞 ，OK， 好。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在这个路，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深圳最出名的一个海岸徒步路线，能看得到我们最壮观的整个全景。它也是深圳鲲鹏径的一段。这里下过雨，所以要小心一点点。对对对。这大长坡，哇，走好远，要走好远。Oh my god！ 咋了？腿疼。腿疼？你不是健身吗？昨天刚练完腿。哦，怪不得呢。大学一听这么卷，这么卷。哦，已经好累了。哇，到了。刚上一个小平台啊，还没有正式开始。我已经看到海岸线了。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位置，这个沙滩是东冲沙滩。东冲。哇塞，太美了。因为它在东边，然后它这个海岸线呢是我们要穿越整个海岸线到西冲。我们今天不走，我们会看到它的全貌。对，好。这里下山小心一点哦，我们等一下还是上楼梯的。这个楼梯跟着自己节奏慢慢走哦。哦。哎，行，你往前。哇。最怕走的就是这种台阶，我可最怕爬楼梯了。我已经热了。我平时不太徒步，但这个跟我溜达那个公园什么的很像。朝阳公园还有这景啊？没有朝阳公园，我家旁边还有一个湿地公园。哎，这里也是湿地公园。对，这个就是这一片这个湖海这边，它是一个湿地公园。哦，那是湖对吧？对，它上面有个水库，它是红树林嘛。红树林我们是这个海跟河交界的地方，它这里的水有一半是咸的，有一半是淡的。啊，这林有发言权。林可喝过这样的水？没有，我喝好像是全咸的，尝尝。我喝也是咸的。你看这个可以看到整一个东冲沙滩的全貌。我们正面现在看有云的那个山啊，那个是深圳的第2高峰，栖娘山。哦。右手边这个呢是大雁顶，大雁顶也是我刚刚介绍的那个鲲鹏径的终点。这个鲲鹏径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呢是什么呢？它的起点跟终点都在山顶。这是个半岛，现在只有一条路进出。哦。它是个半岛形状，整个大棚叫大棚半岛。其实这个鲲鹏径就符合你走这个徒步的这种感觉了。对，它也是媲美这个香港的麦理浩径，200公里全程，有20段。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段属于19段。哎呦，小心啊！小心，小心，下面小心。这是我们的算是一个起点，所以也很多人在这里拍照。这口号其实特别好，穿越下一个山海。怎么个好法？就是你看，它把整一个城市用山跟海连接起来。哦。所以走过一段山，然后就看到海，然后再走一段山又看到海。对，可以看一下。哇，你看这景绝美。哇哦，真的很美哎。太美了，这挺舒服啊！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岛，它叫三门岛。哦。三门岛是整个大亚湾最大的一个岛屿。我们继续慢慢走，带你们去到那个平台那里，可以看到整一个我们的全貌。OK， 走了，走。我们尽量要踩这种比较稳的，不要踩那种细沙石。好嘞。然后如果觉得不敢踩的话，重心放低一点点，这样你会稳一些。保持车距，我觉得。对，我们前后要保持间距。保持车距。你看老姐，我怕轱辘下去，你们轱辘下去把我压着。这个往下走，这个景观有没有发现？就它非常的壮阔，好漂亮，好看。我天，这太野了，这小道。
哇，对，这纯野道。你看我旁边都是这个蕨类。嗯，哇，这花还挺漂亮的。好漂亮，好看。这有辣条吗？辣条？就是他说是一种蛇。蛇啊？有蛇这样？啊？哦，哎呦，哦，拉腿，拉腿，拉腿，感觉很像有辣条的地方。你别说了。没有没有。哦，要来下雨喽。啊？那一片黑的，就是在下大雨。已经感受到了小雨了。太野了。大雪。这个是真正的旷野星球。太刺激了啊！冰雹都见过了，还差这样了，绝对不带让你有一站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对吧？这里往下走要小心，手套可以抓那个树木，就很舒服。机位啊，这是？什么呀？这机位不可。哎呀，干啥呢？谁的这可不可能是机位啊？谁脖子上吊的？谁脖子上吊了？佩娜。你佩娜。哦，带了个花环哈。哼，你还想逃脱？好，我们继续走。好，来。好，我们慢慢走。雨天徒步会不会别有一番风味啊？太刺激了！这景太美了，大自然太自然了。哎，这人在囧途。一般在户外就是这样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天气的。哎呀，哎呀，咱们这个节目真行啊！嗯，这样才好玩。对。哎，C 姐，我觉得你这心态真的是，我看到网上在说你，60岁正是闯的年纪，我觉得真是。你觉得是什么驱使了你这么有动力的，而且这么敢探索呀？你会记得你几岁吗？我真的不会记得。就是嘛，所以其实不是我的年龄问题，是你们对数字的问题。哦，是你们老要提醒我是几岁，我是要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哎呀，哦，就是社会规训是吗？嗯，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我根本都忘记了我的数字是什么。哦，本身你就要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才可以这样吧？我想你有好奇心，就是让你有活力的其中一个动力。是的，是的。然后你不要把一些观点给自己给束缚了。哦，我好像我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话，你就被一些观念禁锢。对，禁锢。你明明可以做的，明明可以去闯的，可是就是因为你有那些的借口吧。对，其实也未必是别人定义了你，而是你自己定义了自己。大家都是平等的时候，就没必要嘛。是的，是的。来体验就尽量去体验呢。我不行，我也会说啊，我不是为了逞强而去。要看风力。那不是我。我们往上一点点，就是会看到整个全貌。啊，好漂亮哦！那个颜色深色太好看了，层次感。在下大雨啊！你们是不是一般看见这个黑的就赶快得走了？对，尽量如果能回岸我们就回岸了。对啊。哎呦，上坡。上坡了。太野了。还有一点点路，我们就到了。我的天哪！哇，到了 ，very good。对，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位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往这边一直看过去，延绵不断。哇塞！哇，你看那景绝美，太美了。这个就是中国最美的海岸线之一，东西中徒步。哇，漂亮！这也太美了。我们最高你们看到那个圆球，它是深圳的天文台。哦，让勋哥猜对了。刚才我就是这么猜的，看星星了，看星星了。太有见识了，对，还是有点知识储备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岩石，
它其实都是一个火山地貌。它是黑色的，黑色大家知道是什么颜色吗？黑曜石。黑曜石？不是。不知道。火山岩。对。它这边主要都是火山岩的这个玄武岩，玄武岩喷出来以后，它没有冷却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气泡。所以这下面有火山。以前这里整一片呢，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栖凉山、大堰顶，包括三门岛，还有香港的西贡，这一片都是大火山，大概的时间是在1.4亿万年前。哦。哎，你们现在看到这片海什么感觉啊？看这片海，深不可测，太神秘了。对，不虚此行，不虚此行。我觉得就是像那种下雨会有风，你就去感受它就好了。我觉得风来了就来吧，雨下了就下吧，反正已然如此了，已经狼狈不堪了。叶童老师，我非常敬佩你一直就是保持乘风破浪的这种感觉，你有什么保持的秘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去拼，必须要就尽我所能去拼一下。每过一个坎，每过一个挑战，你就会对自己很开心。哦，是有成就感的，有成就，就解锁的一个东西。想要在旷野中玩得尽兴，强健的骨骼必不可少。接下来大家向旷野出发，可别忘了带上盖尔奇，呵护骨骼健康，力挺我们武力在线，享受旷野无限的旅程。来，我们来拍合照了。哇，闪电！哎，来了，这片云来了。哦，它来了，越来越近嘞。天劫来了。你有没有做坏事？我没有，我不怕。那就不怕被雷劈了。我不怕。你在这里吧，我们先下去了。太皮了，谢谢。下坡一定要注意。哇，真的飘得很快呀，这个雨。好，刚才还在那么远，马上就飘过来了。来吧。大勋呐！大勋倒了。他真的怕了。撤，快撤！我真的怕了。哇，好害怕！快！这妆发真的是只能保持10分钟啊！这已经是旷野星球的定律了。哎呀，我的 OTD 啊！人在囧途。来，我们先干一杯吧，好不好？干一杯，干一杯。来，为我们刚才的风雨同舟啊，穿过风雨。容易吗？我们风里浪里的，乘风破浪归来。先慰劳自己，先吃一下吧。对，吃吧，开吃吧。来吧，来，不要客气，就当自己家一样。刚才真的很神奇的，明明看到那个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眨眼它就吹过来了。因为今天风大。是因为这样吗？它会走得快。因为我还觉得很远很远，可是突然间好像只有2-3分钟就已经在我们很近的距离了。对，我们体验了一把雨中漫步的乐趣。很久没有淋过这么畅快淋漓了。没错。
而你们徒步的时候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吗？比较少，就会避开雨嘛，就是会有危险吗？真的会被雷劈吗？你不要站得太高，然后长个子高，可能也会。但我看很多人专门挑雨天去。哦，不是，雨天它会有另外一种景象，就是他爬高山的话，他会看到云海。那我们刚才说，如果要坚持一下的话，是也能看到这种景象吗？那有点难，我们这个海拔有点低。但我觉得彩虹是有可能的。对。以后的彩虹海上是经常出现的。你们后来看到大勋了吗？怎么在山上后来没看到大勋呢？大勋？对呀，我们再往下下的时候，大勋下雨了，不赶快还去找你，下雨还以为你真的假的？我真的去找你了。不可能啊！真的。我们真的去找你了，你干啥去了？回去了。回哪儿去了？下这么大雨不往回去走，还在那儿待着？没待着，我们不在想着说我们是个 team 吗？哎呀，那实在抱歉了。怎么表示你的抱歉呢？因为我不能太淋雨，因为我容易化。你是话题。对，一淋雨我也害怕，到时候吓着你们。静姐，来瓶水吧，爬了一天山，辛苦了。还好，我平时的话也喜欢爬山，我觉得出汗，对于身体啊、精力什么的都有好处。运动完还可以来瓶纯水乐苏打气泡水，零糖、零脂、零卡不发胖，少一点添加，身体也少一点负担。我觉得确实少了负担，而且还有气泡带来的愉悦感。以后呢，纯水乐苏打气泡水就是我日常饮用的好搭子了。来，我们一起乐享轻生活。好，干杯！哎，那你们觉得心中的旷野是什么感觉呢？你们会怎么认为旷野呢？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荒岛啊，然后必须要靠自己生存呢，自己生活啊，自己找吃的，那就是一个旷野。那你听过就是大家现在不经常说一句话吗？就是你的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吗？现在听到了啊，这个听到 OK。那你的人生是轨道还是旷野？我不想给他一个任何的一个设定。我想让他丰富一点，我想让他想象空间多一点，自由一点。轨道可能是一个目标，这是一个目标，我希望有一个目标我能够达成。可是我还是希望他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好像比如今天、昨天，我们都有很好的轨道去设计我们的行程，结果我们的轨道变成旷野。对，这个对吧？那所以有设定是对的，可是我们要也要去适应那个旷野。今天的旷野直接让我们也疯了都。那你呢？你呢？我啊，我觉得旷野的话，对我来说就是那种未被雕琢的，比如说山河湖海的。我很怕去那样的地方，就是人为的痕迹很重的地方。我就喜欢那种，对，走没有路的地方，然后去趟出一条路来。他喜欢走兽道，我们之前走过，找熊猫的时候走过，那个是你最想走的吧？就把那树林子扒开，然后在里头就是没有道。这觅食都没有这样的。哇，竹子刮脸，你喜欢那种是吧？对，还要咬的，咬。其实我喜欢那种未知，然后我会觉得跟我内心关于旷野的定义，它是自由，我会觉得那是更自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旷野对于我来说，它有外在世界的这种庞大的天宽地广的广袤的无垠的这样的一些大自然的景象，然后看不到边际的，然后内心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广大的，是跟自由有关的，就是这是我对旷野的理解。所以他这节目的话，我虽然每一站都说哇害怕呀累呀，我说体验过这一次再不来了，行，就这一次就行了。但其实每到下一站的时候，我还都是兴致勃勃。包括说昨天在船上的时候，虽然我一直没有
掌握就是你们说的帆船的那种感觉，对于帆船有了感觉，但我真的是还是觉得特别有兴致，特别兴奋。你心态很好。对，我就是对于这种东西，不用被框住嘛，那其实就是自由嘛。我甚至愿意把它理解为是就是内心的一个旷野。对啊，好像你会想，哎，怎么小 A 老师会对这个大自然的兴趣是什么？那也是一种好奇啊。我们的佩娜老师也是，她的力量哪里来的？看起来就是柔弱的那个美女，她的力量，她的那种对那个速度、那个刺激的追求又是怎样，都会，那都是很容易就产生那个好奇的元素在里面。对，CC姐就是也是好奇的人，我也是好奇的人。所以我觉得去体验这件事很好，是充满乐趣的，对我来说。旷野。如果说这个外在的话，阿勒泰是最符合我旷野的形象，因为里头像塞尔达。我感觉旷野应该是那样，具象化应该是那样，很高的山，山绿，然后有云，对，有湖，有雪山。如果说不是单纯从外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是轨道，但我希望它是旷野。就是这几次出来都会有那几个瞬间，那种瞬间对我来说就是旷野。我总说人活着就是为了那几个瞬间嘛。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平时生活中有压力啊，或者说不开心、负面的状态跟情绪，很长时间都会维持在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有那几个我说的那种旷野的瞬间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值了，够了。它会滋养你是吧？对，会给我充电。对，我特同意，因为大自然就是我的充电桩。所以人，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是真的很有趣。大勋。大勋在思考。大勋为什么斜着看我？问出来的大勋就一直在思考。对，我是旷野和轨道，我是觉得，就是现在你可能觉得轨道好像是一个贬义词，就是好像谁要按着轨道走，好像是一个特别不酷，然后特别好。但其实最早发明了轨道是为了方便，是为了很快能到达一个地方，所以才会有了轨道。只不过呢，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轨道上呢，会觉得没什么稀奇的，这是一个已经成为平常的事情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的发现旷野。发现完旷野之后呢，我才知道你露营睡得多了，你才知道原来房子的发明是很伟大的，它把你所有的在户外的那些东西都发明出来了。但是因为你一直在很舒适的房子里，你其实时间长你把它忘了，你忘了这个是一个。对，这个舒适度是很好的，然后你可能要去旷野里体验，那体验完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现在更幸福。幸福是个比较级哈。对，就是有的时候，既然已经建立好了轨道，就要更加的珍惜它啊，然后体验完旷野之后，才知道轨道有多好。咱们走了这么长时间的话，你们俩对哪一站印象最深？我可能就是沙漠那一站。为啥？因为像是海边啊，然后像森林啊，其实多多少少都去过。但是沙漠那种真的到大沙漠里，沙漠腹地哈，沙海里就是真是没去过。看完了之后真的是惊呆了，而尤其你在沙漠里看见绿洲那个样子你也会觉得，虽然就来这么远很辛苦，但是你看到这个你就觉得值得。还有哪站吗？洞穴吧。那个特别恐怖是吗？还是怎样？就是肯定不会再去了嘛。那还有哪个地方是你想再去的？
我肯定是说洞穴，因为可能就是那么深的洞，那么就是往里爬4个小时爬进去，如果已知的情况下，就肯定不会再尝试了。而且里头又有水，又很滑，又很危险，进去又不好出来。那你说那种奇观，你确实你进去以后也是很震撼。对，是。那哪一站会让你觉得你还想再去呢？这一站。是不是这里头所有行程里最容易的？不是最容易，就是开一会儿那个帆船，你会觉得你在跟风握手，啊，你一直在跟。虽然教练说要往那个方向开，但实际上他有的时候他一直在变，就所以你一直觉得你要把着那个方向，你觉得一直在很细微的变化，我觉得是挺有乐趣的啊。然后风小的时候是在跟风握手，风大的时候是在跟风掰手腕。哇，这个形容还挺浪漫的。对，也很到位。那林宇，你对哪个地方印象最深？你要说地方的话，肯定是沙漠，因为上一次新疆我去过。哦，对，那个地方还是你去过的。在沙漠，这我第一次去，那次印象是最深的，亲眼见到沙漠。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地方，其实是几个瞬间。比如呢？开帆船就是开那个舵的时候，用那个舵的时候，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还有刚才淋雨。觉得都在游戏里见过。没有，就是这个游戏里体验不到。然后上一次。骑那个山地车，往下坡，而且我蛮喜欢在就是你说旅行啊，或者说运动中遇到一些变数的，像今天下雨，然后那次是还下点冰雹，骑山地车的时候，我觉得会让这个旅程变得更有趣，就是不是如常的日常，而是无常的日常，就是会让这趟旅程更特别，意料之外哈，是你想象不到的，那个是惊喜，也是。你就是为《旷野星球》这个节目而生的。来盖个戳。姐，我相信能上去，姐能上去，上去，哇，帅！我挺希望自己是个有勇气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太多未知了。好玩，好玩。一路通道，我们来了！这么高，这太壮观了，然后太广阔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强大。很惬意，让我们红尘作伴。你说什么是见世面？不是说你去吃多高档的餐厅，或者是见到多么高奢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我见到世界不同的维度，永远。哇塞，可以呀！就每一个维度都会让你多一个见世面的这种状态。这个就是中国最美的海岸线之一。哇，你看这景绝美。要倾斜一些跑是吧？对对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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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号全速前进。从精神上的乘风破浪到物理上的乘风破浪，所以这其实我认为都是见世面。
好吧，那我们这个行程就到此完美结束。OK， 干一个，为我们已经顺利的乘风破浪，为我们见到真正的旷野。谢谢，下次见。身体少负担，生活多愉悦。本节目由纯水乐苏打气泡水冠名播出。盖尔奇呵护骨骼健康。本节目由专注骨骼健康30年的盖尔奇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守护每一次带感出发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黑狮覆盆子风味果皮陪你自在一下。本节目由黑狮果皮赞助播出。上微博参与旷野星球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下载网易新闻，看节目，更多有料资讯。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旷野星球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热点内容。上知乎搜旷野星球，解锁更多精彩讨论。感谢人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旷野星球，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